在四川敘永縣的深山絕壁之上，竟有一道神秘石門，門上刻着3個無人能識的古老文字，至今仍是未解之謎。相傳這裡是明末張獻忠埋藏寶藏的地方，當地一直流傳着一句話：只要能正確讀出這3字咒語，就能打開石門，找到傳說中的巨額寶藏。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在這座險峻的大山之上，竟然還居住着一個人。四周絕壁千仞，只有一條極其驚險的小徑能夠攀岩而上。遠遠望去，整座大山就像一艘巨大的船只，在群山之間靜靜航行，顯得格外神秘詭異。究竟是誰藏匿隱居在這絕壁之上？它與傳說中的張獻忠寶藏又有着怎樣不為人知的聯繫？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深入深山，一探究竟。大家好，我是婷婷。今天我们来到叙永縣的天台山，這裡藏着至今未解的謎團。深山之中藏着一道神秘石門，相傳是明末時期張獻忠埋藏寶藏的地方。除了已經出水的江口成蔭，張獻忠的寶藏在四川多地依舊傳說不斷。更讓人好奇的是，這座山的山頂上，還有一位老人獨自隱居了幾十年，他究竟在守護什麼？這和傳說中張獻忠的寶藏又有什麼關聯呢？走吧，我們一起上山一探究竟。這邊崖壁下有一塊石碑，我們走近看一下。敘永縣立的文物保護天台山摩崖題記，在它的右側還有一個圖騰，非常的詭異。這裡還有字跡彌勒佛。張獻忠他是明末時期的一位農民起義軍首領，在他攻入四川之後，在四川各地搜刮了無數的金銀財寶。在他兵敗的時候，他把這些財寶藏到了四川的各地，所以說在當地流傳着一些口語：石門對獅虎，黃金萬萬五；誰人若知曉，買進成都府。意思要是誰發現了這些寶藏，可以買下整個成都。看看我們今天有沒有幸發現財寶。在這裡有一個石門，據說那就是藏財寶的地方，好像需要一些密碼吧，還是口語，就比如說芝麻開門一樣。等會兒帶大家過去看一下，應該就在上面呢。哦，就在這個位置。就是這裡嗎？對。你看，從這裡看過去，還真的像一座石門。上面還有一個字體，它是用紅色的筆記標記出來的，以前應該是沒有的。是為了方便大家確認這裡有字體。你上去念一下咒語，看看能不能開門。這裡都雜草叢生了。大聲叫一下芝麻開門試試。芝麻開。哎，沒反應啊。門呢？不是3個字嗎？它上面寫的是3個字，只要誰能破解這3個字，就能打開這扇門。人家這是彝文，是少數民族的字體。你看這塊岩石四周都有縫隙，應該是能打開的吧？那邊還有一些文字，我們走近看一下。剛才是不是因為隔得太遠，他沒聽見，才沒有開門呢？不會把密碼是刻在那裡的吧？那裡有一些字體。我們走近看一下。哎，不好過去啊！哎呀，這個找財寶還是非常不容易的。哪有這麼容易就讓你發現呢？這個地方是被大家都知曉的，
只能說我们也是過來看一看，對這個地方比較感興趣嘛。哦，等一下我，小心一點哦。看一下這上面寫的是什麼字體？中華民國38年正月初8日曆的。哎，看不到啊，有一些字体。上面的字體我們已經拍下來了，先下去吧，這裡還是比較危險的。哎，你這個門就很近了，我再叫一聲，芝麻開門，媽咪貝貝哼開。哎，怎麼沒反應呢？我們還是爬到山頂，上去找老人了解一下。你真的搞笑。這座石門被發現這麼久了都沒人破解，被你簡單幾句話就破解的話，寶藏有那麼簡單嗎？試一下呀。剛才上面那裡提了一些字，它的意思是中國民國的時候，有一位詩人寫了一些這裡讚美的話。走，接着上山。在當地流傳了這麼久，要是真的有寶藏的話，可能早就被破解了。我們現在到山頂去看一下，上面到底住着什麼樣的人？應該是從這條路上去。這座山的四周都是絕壁，只有這條路才能上去吧？它上面房子那些材料到底是怎樣運上去的？還有他一個人生活在上面，用水用電這些是否都方便呢？上去就知道。等會兒上去和他了解一下，這些傳說到底是不是真的？哎，這邊好像有一個神龕，應該是土地廟吧？可是裡面什麼都沒有哎，只有一些燃燒過的香。哇，還好，這條路做了護欄。哎，這邊有一塊碑，這塊碑的做工非常的精湛，是一條龍。同治4年，這塊碑應該是清朝時期立的吧？這些雕刻好精美啊！剛才我查了一下，這塊碑上它記載的意思是同治4年，當時太平軍攻入四川以後，當地的老百姓為了逃命，在這山上好像一個山洞裡面藏着吧。它的碑文上是這樣記載的。這邊還有一塊功德碑，天台山。這碑文的記載意思是，這條石梯以前是木質的，但是非常的危險。所以人們出資修建了這條石梯。這裡確實挺陡峭的，在這種地方修建石梯應該也花了不少錢吧？這個得拉着繩子才能上啊！天哪，越往上面走，上面的石梯就越陡。哎呀，终于爬上來了。哎，有人在嗎？哦，原來是一個廟。
這應該是二郎神吧，3只眼。這邊還有世尊菩薩，应该是土地公和土地爺。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哦，他说错了。走吧，我们继續上去。哎，這邊有一個這麼大的水池。哎呀，喝一口水解解渴。根據剛才碑上所說的資料，在同治4年，當地的百姓躲藏在這山上，這應該是他們以前的生活用水。冰冰涼涼的，非常的甘甜。走，我們往上面走。可能是因為這個地方當時保護了他們，後面他們就在這裡建了一些寺廟吧。你看這邊的圍牆，完全是用石塊一塊一塊壘砌起來的。下面就是懸崖。哎呦，前面還有一個山門。這個位置真的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因為這四周都是絕壁，只開了這一條山路。而且上來也特別的陡。哎，這邊也有供奉神仙的地方，上面那位是菩薩，下面這位是土地公公。這座山門大概有3米高吧。還以為穿過山門就到了，沒想到還有一段路嘞。這個天台山，據當地老人了解到，在明朝時期也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堡壘，是當時的一個土司，他把那些兵器糧草駐紮在這上面。那位土司也是麝香夫人的後代。哎，大家看到沒有？從這裡就能看出來，這些條石壘得特別高，和我們剛才上來的那些汀險，還有四周都是絕壁，就能看得出來，這裡以前是一個軍事基地。麝香夫人呢，她是在明朝時期西南地區最大的一個地方首領。這個地方真的是易守難攻。哎呀，不知道上去還有多遠呢。但是我發現這塊山非常的平整。不會吧？我感覺這裡怎麼是傾斜的？還有從航拍的視角看，它也是從上到下傾斜的。你是不是走累了，眼睛花了？啊！哎呀，不知道終點還有多遠。這裡上去，估計走上10多分鐘吧，就能到房屋那裡了。等會兒上去和住在這裡這個人再了解一下。剛才在上來之前，我查了一下資料，這一片山有162畝地，那麼寬呢。這個地方也算一個世外桃源啊，山門一關，誰都上不來。但是在現代的話，能攀登上來應該還是挺容易吧。在古時候就比較難了，而且當時的士兵是在山上，如果說你是準備攻山的話，從山下往上攻是特別的困難的。哎，這邊有一些房屋的殘垣斷壁，這應該是後期修建的吧？
因為是水泥磚。哦，我終於看到希望了。这两边種了一些油菜花，應該是他耕種的吧？不知道這會兒有沒有主人在家呀？馬上上去就能一探究竟了。这裡還通電耶！剛才還沒注意，拉扯的有電線。啊，一上坡就喘。房子的牆鋪的是磚，但是房頂是瓦片。不知道有沒有人啊？院子裡掛了衣服。哎，叔叔你好。啊。叔叔，你也個人在這裡居住啊？啊。哎，好，謝謝。哦，這裡是寺廟嗎？哎，這個那個老寺廟。哦，老寺廟。對。我們還以為是人家福。它是這個地是以前坐嘛，這等。哎，好好。可以開水直接倒哈。哎，要得。哦，杯杯喝了水，你要倒了涮下就對了。哦。所以你是姓什麼呀？啊，我姓王。姓王。對。哦。3橫一豎王。你今年有多少歲了？可能還是比你們大10多歲了呀。大10多歲，應該50歲吧哈。 50多點了。50多點啊。嗯。來坐一下。哦，我們30歲。你30歲了？哦，對。哦。大不了多少？大多少？大20多歲。叫叔叔應該也正常哈。正常。所以你在這裡居住好久了？有5、6年了。5、6年啊。啊，我21年上來的，2000年、20年上第一次嘛。 啊，我21年的冬月13上來，後頭臘月13這次上來。冬月13就是你們貴州遵義煤炭的一個朋友。哦，你應該是信什麼哈？信佛教啊？我這個哈，我既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但是綜合的總體之和。哦，兩者都信一點哈。因為佛教、道教哈，這個教派來說，它只是說分開的，就跟一個家庭是一個樣的，原來一個大家庭，好長大了過後，兒女長大了過後，過傳業，就分支出去了。所以這個地勢哈，因3位老母，只是我對3位老母呢有很深淵源的，但是整個天地之間哈，最早哈是以道為主，從道開始的。道生也啊，哈。對，從道開始嘛，萬事萬物都從道開始噻，對不對？它以道的根，道屬於根嘛。哦，你要說佛學的，起碼後頭是才傳承的下來過後，因為這個人間的有些理念啊，或者是思維啊、修為啊哈，就各傳各的道，各傳各的事。你像這個儒家、佛家、道家、伊斯蘭教，
那教派都多得很噻，对不对？天主教，所以那些教派那是分開的。所以师傅，你未來自己擬定往後餘生應該就在這個地方生活了哈。他是這個在這個是無極老母、無生老母、地母嘛。這是他們三位老母，他稱為宇宙老母，是我整個世間萬事萬物的創始者。哦，我聽說你剛剛和他有淵源，中間其中有什麼故事嗎？有故事嘛，但是那些故事都不好說了噻。哦，天機不可泄露哈。不是天機不可泄露，因為我來那個時候是在這個位置上3天香，當時我還是沒得人感覺的。頭天第2天早晨起來一上香，大老頭一片空白，就談3位老母。所以談3位老母呢，我就因为3位老母跟我有很深的淵源在头，但是我就来给他們上香點燈，也提升他們的靈性嘛，也提升我自己的修為，曉得不？就是這個意思。那你當時是怎麼發現這個地方的呢？我自己找起來的噻。自己找起來的啊？從哪個地方找起來的？我在成都做打工嘛，當時我來那個時候，他們就是貴州那個朋友他說的，哎呀，兄弟走，一個老地方在我朋友手上的一個。哪個會是？我說走嘛，我帶你去。我說我們上來必須做3天，所以這上來做3天呢，就上3天香，點3天燈嘛，就在這個馬場中間。哦，以前是在成都上班哈。对，打工嘛，刮外錢，刮回。機緣巧合之下結識了這裡哈，所以說就放棄了世俗的生活。這個地方沒人照看嘛，我就來照看了噻。哦。但是世俗生活本來就等於在世俗當中，只是說。每個人的過的方式方法不一樣嘛。還有師傅，我想證實一下哈，為什麼很多人談這個地方是以前張信忠埋藏寶藏的地方呢？張信忠埋寶藏嘛，但是說實話，張信忠不是張信忠，佘崇明。哦，就是一個屠師啊，是吧？佘崇明是個屠師啊。原來佘崇明在明朝的時候，朱元璋打天下啊。當時朱元璋打天下過，佘崇明就為了平亂，就把這一番哈那些屠殺、那些土神呀全部瓦解了，和諧了，和諧過後，就天下太平了嘛。啊。天下太平過後，朱元璋就封佘崇明為封為夷王。啊。他是彝族的嘛，封為夷王。彝族啊哈。他封為夷王過後，佘崇明。在兵強馬壯過後，家庭條件也好，氣宇非凡，都聽他說這個天台山啷個回事，他就來這個天台山來了過後，這個山上的老道呢，就跟他講，他有帝王之相，所以說佘崇明起名造反就是來自於這個。哦，就是因為上山結識了一位老道人哈，對，就告訴他有帝王之相。對啊，他有帝王之相嘛，當皇帝嘛，想當皇帝嘛，他就那個子起兵造反噻。這個佘崇明好像是麝香夫人的後代哈。啊，對啊。哦，那為什麼？佘崇明就是屬於麝香夫人的老公哦，是後人。後代應該是後人。不曉得的。啊，那他們為什麼覺得這個地方有寶藏呢？而且跟張信忠有關，網上現在傳得撲朔迷離的。跟張信忠可能沒得好大的淵源的。哦，可能是因為張信忠當時攻入四川哈，到處賣的有寶藏，所以大家就一傳十，十傳百，就亂瞎傳嘛。這腳的那幾個字哈，它是屬於天地之間的宇宙之秘，但是所以哪個回事，哪個都說不清楚。你說有寶藏，人家有人跑進去看過，啥子也沒得，對不對？那你們可以進去嗎？進去但是他們有人進去過。還有哈，我們上來的時候發現旁邊有個同治時期的碑，上面的碑文記載說，太平軍當時攻入四川的時候哈，當地的老百姓為了逃命，躲在這裡有個山洞裡面。這裡有山洞啊？有山洞啊，那這請嘛，這個天台山高頭哈，當時那個時候，像這個解放前哈，那個時候的硬本事、硬功夫哈。基本上打不上來的，只要一個人收了，你都根本上來不到。就是真的是一夫当關，萬夫莫開哈。對，他是只一條獨路嘛，你看那個路哪個得行嘛？是都是絕壁啊。是下懸崖峭壁嘛？你看你們的朋友都不是航拍了嗎？是下懸崖峭壁就沒得辦法。我們剛才一航拍了一下，都是四面絕壁，只有這條一條路上來。只有這條路上的啊。所以，那這上面這塊地哈，這塊山有好多畝啊？有600-700畝地。600-700畝啊！哦，那還是挺寬的哈。对啊。而且還有資料
當地人說哈，這個地方以前個也是也設什麼個屠殺他的軍事堡壘、藏兵屯糧的地方是吧？屠殺嘛，當時就是佘崇明嘛，佘崇明嘛，當時都是他在起兵那個時候就在這個頭。哦，就在这上面。对啊，他起兵的時候上來過後，就是個老道在跟他講，他有帝王之相，過佘崇明問他，我要啷個做啷個做，就說有9潭水，要管9潭水，但是這傳說哈，但是究竟事實是啷個回事也不清楚。就高頭有幾個池子，這裡這高頭有5個，腳裡還有幾個。哦。不包括地下，就這一轉，就9個池子，它9龍匯珠嘛，這9個池子水裝滿了，那你就得天下的名家嘛，那你就可以當帝王之有帝王。結果他在6潭水裝到6潭水那個時候，哎，就很順利就裝滿6潭水。過後就開始起兵打，一直打出了川過後，打到西安那邊去了。當時朱元璋當皇帝嘛。劉伯溫出事了，劉伯溫就是那军师噻。劉伯溫就管天象管那些，哎，哪兒要出草寇，要出王，对不起，把它破了，把这个佘崇明的气运给它破了，龙眉斩断了。这个故事我也听说过，当时好像是驿馆听讲说，这个西南方向有龙象出现哈，就帝王之象。对。当时就破坏这些山水风水龙脉。对啊，这个破了嘛，所以破了过後嘛，他才。佘崇明的兵败如山倒，又败回來過後也屯兵在那個頭，最後沒得吃的了。當時佘崇那個朱元璋派的羅家的一個將軍，羅家的嘛，當時那個時候嘛是成將軍嘛或者元帥嘛，對不對？派了一個人來給打佘崇明，把佘崇明打敗了。佘崇明這個屯了時間長了，沒得辦法的了，又沒得吃的了。最後就是羅家的那將軍派人從後山上來過後，跟佘崇明兩個談判。談判過後就說的你已經犯了天下大忌，你是必須死的。只有他的後人，就隱姓埋名過後，就拿了那士兵啊那些有些老兵啊那些殺頭來當了後人。隱姓埋名，所以佘崇明後人都要有。就是把他留在後嘛哈。因為在古時候起兵造反真的是誅九族啊，群族死哈，就相當於。是啊，全部斬亡噻，所以後頭就說你給他上了，你的後人只有隱姓埋名可以，所以說這後頭都下結果分不開了，就全部隱姓埋名，就沒說造反的事。但是明朝的時間也不長久噻。明朝過後嘛，後頭就那個努爾哈赤。從草原打過來，過後就是那個大西軍還是哈，當時大清嘛，清朝的那個就叫多爾袞，他們過後就進入了清朝嘛。那你說當時哈，這個佘崇明他為什麼沒注意三國時期那個馬術守街亭是一樣的道理啊？雖然山上易守難攻，天行。但是斷水斷糧以後都無法生存了。沒辦法生存噻，是啊。當時那個水運還是可以，水運有嘛，那個水哈，人家隨便拿車不得出水。當時的就是吃的沒得了噻。就是沒吃的哈。沒得吃的噻，你屯人那麼多人在高頭，你不吃啊？你帶上的糧食肯定也吃不了好長時間。我都要餓死在上面哈。對啊，所以最後就是佘崇明就下結過後，就殺佘崇明就殺在哪兒嘛？血流河。在莫里那邊哪兒殺的，而且佘崇明死過後，那條水哈，那個血，佘崇明血流下去，把那條河跟水都染紅完了的。所以說叫血流河，就是有這個來源，在這附近。所以說這個地方有一定的歷史故事哈。說天台山也是很出名啊，在當地。天台山本來就出名噻，這個天台山而且很神奇。真的很神奇，但是這神奇走出哪個回事，哪個都說不清楚。有一點玄學在裡面啊。那就是談玄學。下面第二塊碑是清朝的時候立的哈，我看上面的雕刻非常的精美。清晰，佘崇明那個清朝時候，同治年間的一個陳家的一個居士。一個修道的一個居士，而且是得道法的。道法比較高哈。他下來過後，他立的碑儒家嘛，就是觀音的弟子嘛。當時好像是他的功績是
太平军攻入四川以後，他救了很多老百姓，还是哈。但是这个都是历史都我不太清楚。那这个地方这些遗址应该都是那个时候的，是吧？这个地势是应该早都存在了，应该是。像这些柱子这些啊。这柱子嘛是后期到的嘛，这个灯是以前的噻。地基是以前的哈。下面地基是以前的哈，上面这些建筑都是后期建的哈。对，这个后期的嘛，这个地势后头他们搬过来。就从哪里搬过来的啦？我翻过了，这个就是朝轨道的。就是把它重新翻过来，对吧？他们以前翻过，以前人觉得宝藏嘛，就翻嘛。当时还真有人来这里找宝藏啊！人家嘛，别个嘛有嘛，反正这哈。看来这个傳說是真的哈。傳說是真的嘛，那個東西哪個得得到哦？因為畢竟他兵敗得志的時候，肯定是隨身攜帶很多東西啊。這個不完全哈，那個東西，這個是哪個就說清楚。有保障，死你了你才得到，不死你就得到。意思就比如說我們當時前幾年發生的四川郴州江口沉營，張信忠的寶藏真的被發現了。江口郴州那邊有。對。我曉得郴州那邊我有熟人，成都啊、貴州那邊我還是相當熟。你看他當時的到這裡標語都是，那句話是怎麼說的啊？石門對石虎啊，黃金萬萬五啊，誰人能識曉，埋進成都府啊？你看是也別不曉得寶藏。這個話嘛，他是在那個嘛，他是在那個萬丹坪嘛。萬丹坪那塊對聯，他是在西嶺雪山裡頭，而且那裡頭也還是有片禁地，但是一般人都進去不到的。你就像四川嘛，就是那個洪崖、瓦屋山，聽說過沒嘛？我們不太了解。瓦屋山裡頭那個迷魂蛋就是一個禁地，進去的人不寬，換算就只有1公里多、2公里多。只要進去了你就出來不到，而且去年、前年都進去了很多人。都是為了尋寶是吧？不是尋寶，他進去都出不到啊。進去就出不來了哈。他那個有些東西禁地嘛，那都屬於時空法則那個東西嘛，對不對？空間法則，你介入了那空間段，你進去了過後，你就外都失去聯繫了。就聯繫不到外面又出不來哈。對啊。那所以像我們上來個樓梯啊，以前它是木啥子結構的嗎？以前最早是木頭的嘛。那個時候後期才改的嘛。那個時候上來很危險哈。對啊，以前的嘛就是拿那個這麼大的板舉得可舉起，他就上來了。或者很早以前是吧，這裡是沒有任何路可以上來的哈。很早以前嘛，肯定噻。你現在你看那對面垮下來那片山，那跟這邊兩個本來是對稱的哦。就是地震以後弄開來是吧？地殼變化嘛。地殼變化嘛，但是就哪個時期倒過去都不曉得噻。應該是佘崇明的那個時期倒過去，也許哈。所以究竟是哪個時期倒去，哪個都說不清楚。因為這個沒歷史記載的。所以我也是外地人，我才來沒得好久，也不清楚這些東西。只是佘崇明的故事打開我的推想而已，知道嗎？因為這個地方這個歷史肯定是還是要了解哈。有的。所以說你剛才說的有些人來把這個地翻過來，為了找寶藏，你看都有些傳說在裡面。把他們吸引來了。你看嘛，他們這個地勢，你看那裡有些不是水泥哈。對啊。你說水的地方應該就是泡過了哈。對，透過的。那師傅，你平時在上面的話是以什麼為生活呢？就比如吃啊、的啊、有電這些都有噻哈。有啊，有電啊，燒菜嘛，煮飯嘛。生活嘛，簡單噻，現在的人吃了多少哦？你平時都是需要下山採購哈？都下山買嘛。我看下面2瓶油菜碟是你自己種的嗎？拿到菜油是吧？那個沒人管，我去年個種就過後，那個剛剛火起來沒好久，就那個麻雀啊啥東西，全部把葉吃完了，我一下子也沒管它。現在這後頭回來那個又生起來沒管它。那說明這上面的野生動物還是挺多的哈。鳥，鳥，野生動物應該沒什麼野生動物，這個懸崖絕壁它上不來哈。對，大動物沒得。那所以這個寺廟你來到這裡有沒有維修過呀？維修過來嘛，這些都是後期建設的嘛，那個瓦是才翻蓋了幾年。它以前應該是漏雨的了哈。對，就是漏雨嘛，它翻蓋過來。這個反正我都經過了。剛開始來的時候只有這些地基了嘛，
是吧？那後面才精些的。因为这个山沟头可能还不久的，现在还是要重新修河要。还是要重新修，只是说看找次而已。上来的时候看到下面的那个叙用型文物保护啊，这些都算文物吗？它属于名胜古迹噻。名胜古迹哈。对啊，它是属于名胜古迹嘛，但是这个山沟头搞开发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工程量比较大。工程量大，而且这个时下悬桥皮。对。没那个。像车子它也上不来嘛哈。对。没统一的规划。完全是要人工扛上来，那人工费都不得了哦。对呀。那是不是我們可以在裡面看一下嗎？可以啊。好。好。到這裡了。可以，你們再去轉嘛。好。開水你自己打了。好。要得。哇，那上面那個洞能去不？哪個？就是你說的那個九龍，就是佘成明他當時在求。它這個水池不是洞，這個水池裝水的，高頭一節個，這裡頭一節個，這兒一個，另外腳裡還有幾個，曉得吧？不曉得哪些地方去了。就像這種水池。對，就這種水池，這種水池它現在保存着，這兒高頭還有5個保存了。當時起兵造反就是要這種水池，它的水積滿以後。他以前呢真的燒草嘛，真的，那一般基本上水都轉得慢，知道吧？只是現在有些時間長久了嘛，就變化了。好。你們去轉嘛，沒事哈。好。那這後頭呢，可以上去轉下來，也可以。好，要得。麻煩你好。供奉的是也是觀音老祖。觀音老祖，3位老母，無極老母、無生老母、地母。地母。但是觀音呢，也是他們的後生之一。師傅，要不然你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幾位菩薩嘛？這位是菩提老祖。哦呦。沒事。這位是菩提老祖。這位是菩提老祖。對。那這位呢？這邊是無極老母、無生老母、地母3位老母的事情，但是3位老母哈，那個分我現在不行，我都沒有分他們，知道吧？反正我只是請他們3位老母的事。是的，對的。對。是不是可以掃微信吧？我們君臨鄉親啊。可以掃微信。掃微信嘛，只掃手機都。好，掃手機嘛。那感謝你們的支持，那就。沒有一點心意嘛。這個山溝頭，說實話還是很不容易。來了這個山上還是很好的。你們帶點瓶瓶們嘛，帶點瓶瓶下去，這個時候在腳裡打點水嘛。下面那個水。對，腳裡的水吃了是相當好的。保治大病是吧？不是保治百病嘛，反正還是有好的影響嘛。你們請過這個回去帶去嘛。好，謝謝。這個八卦鏡。是開過光的是吧？也要當開光的當開光，當神靈附有的神靈。這兩個貓是你餵的哈？這兩個貓貓。太可愛了。那我就一天到晚是曉得跟人家在一起逛。要不我們在外面去逛一下嘛，看一下遺址啊。可以嘛？好。那這個還有幾個原來的老地勢的。從這上去是吧？這兒上去走。這上面以前是老廟是吧？對，這個就是老地勢啊。就以前那的軍事堡壘。說軍事堡壘嘛，反正這個地勢還是很不錯的。非常的平坦哈。對啊，原來這裡也是個大的廟區嘛。我看這，你看這柱子啊，好嘛，這個是支撐的房梁那個柱子啊哈。對啊，這4個凳子，6個凳子，然後那邊還有些整吊整來。它高頭還有個地勢，那個的就是那個平平，也是的，曉得嘛？所以這些地勢它是很區別你的，曉得嘛？相當於意思說是，你這個廟以前是的自然位置啊，是吧？這兒幾層嘛，都是廟嘛。就高頭下來，這兒幾層。它是分幾層哈，相當於下頂、中頂、上頂哈。
這個廟裡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什麼时候呢？不晓得，这个历史高头不晓得了。反正有人说这个有金色兔子，但我没拿到去，没拿进来。我看没得找到起来可能都要把这个的重新修进来。如果从下面那个碑算起的话，最早是清朝同治时期哈，估计啊。不止，肯定不止。应该更早。更早。嗯。这同治年间嘛，那是同治年间立的。哦，我对了，你刚才说的。社崇明是明朝时候了，社崇明之前都有庙的存在。哦，那个时候他在这里巡游一个老道人才告诉他的造反的，对，想起来了。人家以前人家这个那个隔点儿井的水打回去吃了，人家有些人来诚心来求哈，打回去的水吃了，人家都好，病都好。哦，根据你讲的这个历史资料来说，最早或者明朝以上哈。至少是明朝以上嘛。那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有几百年、3000年历史，因为这个天台山它是独一无二的。啊，这个水池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水池是吧？这个水池嘛，那是以前打下去了嘛，后头他们整治过的嘛。哦。啊，这个水池都是当时社崇明打的嘛，跟石头扣下去的。哦，从石缝里面哈倒下去了，看到没有那个位置啊？对啊，那石头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这儿一个，这脚里还有一个，这前面一个，脚里还有几个。哦，相当于就是有9口井哈。对，9个池子。哦。他就当时說九個池水裝滿了，它就有對天下的意義，曉得吧？哦，就像那種象徵哈。對。哦，那邊是的，那邊是的，種的一些蔬菜哈。我的東西沒得說不清楚的東西太多了。啊。哦，你還餵的有雞啊？餵的有啊，還有雞有。哦，還有雞有鵝呀。對。我們再到這邊看一下，你看這隻貓在這裡守候這片菜地。這是師傅種的一些蔬菜，但是上面好像都被雞吃完了吧？他下面養了一些雞和鴨。哦，這裡是攔住的，我們就不下去了，在這裡看一下吧。2、4、6、8，大概有10多隻雞啊。哦，下面。那個籃子裡面好像種的是，收的是蘑菇吧？有點像是藥材、靈芝。還真的像是藥材。這就是師傅的一個後院，是他生活所需的一些東西。走吧，我們現在就下去吧。這裡我們就帶大家了解清楚了。現在是一位50多歲的師傅在這裡留守。這個地方呢，從他的口中也得知，是明朝時期，佘崇明在這裡起兵造反。這個地方也算是他留下的一個遺址吧。關於寶藏的話，剛才師傅可能說漏嘴了。在他的房屋下面那些地基，當時是被人撬過的，不知道那些人挖沒挖到寶藏。下面那個石門，它是佘崇明，就是那個土司，當時留下的一些字體。很多東西我們也無從考證，只能帶大家來看個大概。好了，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吧，我們下期再見，拜拜。